大家好，5年轮休的天都峰终于开放了，我趁着天气好去了一趟，2天全程徒步。这次纯徒步的黄山之旅的攻略都整理在这期视频了，有需要的可以收藏一下。我是从南大门进的黄山，第一天路线是从慈光阁出发到新道口排队上天都峰，排了3个半小时，然后从老道口下天都峰，再经过迎客松到达光明顶。这时候才下午4点多，于是我们继续去了猴子观海，然后赶到始信峰看日落。晚上7点多回到光明顶住宿，第2天早上上光明顶看日出，下来之后又去了西海大峡谷，下到谷底之后再走上来，又回到光明顶，再下山到云谷寺。大概下午2点到达云谷寺出口，赶上去南大门的大巴车，这样走下来2天是23公里，累计爬升2500多。关于交通，黄山离黄山北站更近，距离大概是1小时的车程。我们是晚上到的北站，北站旁边有一条街，全部是饭店和宾馆，条件一般，但好在便宜。我们住的一间房是100元，独立卫浴。住在这里的话，可以预定早上去黄山的大巴车。大巴车最早是6点半出发，路程大概是1个小时，去程是40元一个人，返程是30元一个人。如果你到北站的时间早，也可以直接住在黄山南大门门口。官方也提供从北站到南大门门口的大巴车，价格也是一样，30元一个人，不过最早的时间是7点半。南大门距离徒步起点还有一段距离，一般为了赶时间都会选择坐景区的大巴车，每个人19块钱。从南大门进山有2条路，起点分别是慈光阁和云谷寺。如果是徒步上山的话，云谷寺方向会更容易，那边的台阶缓一些。我们是从慈光阁上山的，因为想早点去排天都峰。这2条路线都有这个大巴，都是从南大门上车，没有固定时间，坐满就发车，排队很快。从慈光阁方向上山的话，坐大巴到慈光阁之后，直接就是索道的入口，距离登山口还要再走1公里左右的公路。走过这段公路就到无穷无尽的台阶了。从云谷寺方向上山的话，下车直接就是登山口了。返程也是坐这个大巴车，最后一班是下午5点10分，最后一班索道也是5点10分停止，如果赶不上只能自己爬下去了。天都峰有2个入口，老道口和新道口。老道口是一条直直通往山顶的台阶，如果坐索道上山，一般是从老道口上天都峰。新道口是弯弯曲曲的台阶，徒步上山一般是从新道口排队。天都峰每天早上7点开门，下午3点关门，如果天气不好，可能提前关闭。一天限流3000人，瞬时限流500人，高峰期的时候是出一个才进一个。我是从9点半开始排队，12点50从新道口进入，大概下午2点半下来。天都峰山上是没有任何补给点的，可以适当带一些水。我们上山是一个多云的天气，上山的路上一路上都有树荫，躲在阴凉里并不热，而且有时一阵小风，还挺凉快的。到了天都峰之后，海拔变高了，树荫也少了，太阳一出现就晒得很。不过因为风很大，也不算热，早晚时间山上风更大一些，再加上爬了1天山，人比较虚弱，所以早晚会感觉有点冷。我们晚上甚至被风吵醒了，夜晚山顶的风非常大。如果是雨天上山，记得带好雨具，雷雨或者暴雨天气还是换一个时间再去吧。衣服建议除了贴身穿的速干衣服之外，至少还要准备防风的冲锋衣。当然这也因人而异，我也看到傍晚看日落的时候有人穿了羽绒服的。裤子的话最好是长裤，防风防蚊虫。路上基本是台阶路，台阶很陡，如果碰上刚下雨就会很滑，所以鞋子当然最好是防滑的徒步鞋，没有的话就运动鞋。我还会带一个魔术头巾，头巾的作用是万能的，可以擦汗，可以当围脖保暖包扎。山上的风太大了，吹得人脑瓜子疼，还可以用头巾把头包住防风。关于吃，上山下山路上沿路会有几个小卖铺，东西是挑夫背上去的，会有点溢价，也可以接受。种类的话就是黄瓜、苹果、关东煮、冰棒、面包、巧克力什么的。
到了光明顶这类游客比较密集的地方，有比较多的小摊，卖馄饨、文创雪糕、零食饮料、八宝粥、矿泉水。光明顶上还有卖炸鸡汉堡，汉堡是25一个。山上是没有卖泡面的，大家都是自己带自热火锅。有时候一些挑夫还会自己背一点零食、水、黄瓜、鹿叫卖，他们卖的价格和店里也差不多。总体来说，吃的是很多的，不用自己带太多。山上大部分的厕所门口会有一个免费的直饮机，水温大概是40度，自己带水杯去装水是很方便的。饮料价格大概是15块一瓶。山上规定是不让私自搭帐篷的，以前官方有提供帐篷租赁服务，有些店里也可以租帐篷，但现在都没有了，所以住宿可选的只有订山上的宾馆。宾馆的价格丰俭由人，而且可选的就那么几家，贵的一晚上得2-3千。我住的最便宜的701发射台的床位，一个人250块钱一晚。床位真就是一个床位，一间屋子12个人，男女不同屋。屋子里有插座，但是基本离床位很远。酒店有提供热水，洗澡和卫生间都是公共的，在走廊的尽头，高峰时期需要排队。陌生人混住也避免不了有打呼噜、磨牙等情况。大部分人还要早起看日出，甚至有人半夜起来看星星的。所以我2点多就被吵醒了，然后就完全睡不着了。有很多大学生选择露宿街头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住在山上的人早上3点多就起来，赶到光明顶抢一个好地方看日出。像我4点出发的已经晚了，在光明顶的观景台上已经站了几排人，挤不进去了。除了光明顶之外，我也想找别的地方看日出来着，根本就没有合适的位置，只能看到一点边缘。看日出的话，最好要多穿一点，风很大，会有点冷。有的哥们儿衣服没有带够，就穿2件 T 恤之类的。有的宾馆是可以租厚衣服的，可以问问前台。日出时间在网上都可以查到，每天的时间也会有一些变化，有些宾馆的大厅也会显示今日的日出时间。我们找到的最佳的日落观赏点是始信峰，始信峰的观景台正对着日落的方向，视野很好，但好位置也是要抢的，那个小山头挤不下多少人。黄山的云海是很漂亮的，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佛光，通常是刚下过雨的晴天，而且风还不能很大，这种天气容易在山顶上看到云海。地形的话，西海大峡谷更容易出现云海，也更好看。黄山的情况大概就介绍到这里，一些信息可能会随着季节有一些变化，有其他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，拜拜。